我大概小时候6、7岁吧，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将来我的小孩如果生儿子，有50%的机会那是色弱。我从小就很想当妈妈，在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把医生所有的话都记下来了。我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已经60几岁了，他说高度弱视，是他行医这么多年排名第2的。我很难以想象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颜色。Friso，它对于颜色虽然看的是有局限性的，很神奇的是，它的五感上面在其他方面就被放大了。Friso 的感觉是非常细腻、单纯而且直接，这个东西是无法被人取代的，因为感觉是无法用绝对的语言去描述出来的。而且它要复制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上天给它关了一扇窗，有可能开的是一扇更大的窗。我做很多事情，可能别人会觉得特别跳脱吧。小时候是一种被排斥的感觉，就感觉大家都在学乐器，大家在做一样的体育，就偏偏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说啊你在玩那个很好很好，好，拜拜。就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Friso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这个人真的很硬，他就是有一个执念，就会觉得说，哦，你觉得这个食材不能用，不好吃，不行，我就要把它做好吃给你看，对自己要求很高。可是他这种是个很内耗的事情，就是太硬的一个人了。他的
思维模式特别的紧密。就比如说下象棋很厉害，但是我只适合下快棋。然后呢，他是那种提前去思考很多事情，会下得很慢，然后一定会赢。一方面呢，我觉得他有一很孩子的一面，这个主要体现在他自己对于一些新事物的好奇心。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忧思比较多，想的很多，不管是他自己的事业的发展，还有对周围家人，可能会让他有一点点累。We as human beings, if we want great reward, you have to take great risk.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make mistakes.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take on mysteries and to try to solve them. And I think he has that in him. And my only other advice to him is don't get older. Just stay young. 对于甜品师来讲，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描述嘛，就是说花果香。那果的这一部分很容易嘛，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那花，其实花的气味在甜品中是非常难去表达的。但是蜂蜜，它是一个花果兼得嘛，它是两种风味的结合。如果你在马路上抓10个人问蜂蜜的味道，我觉得大家的答案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蜂蜜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相对高度工业化的产物。那对于食客来说，也许是好事，因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身处何处大家都能吃到相对高标准的食物。但对于厨师来说，长期使用一成不变的食物，反而容易让厨师的直觉被钝化。野生蜂蜜的话，它其实每一瓶的风味都是不一样。我们在处理这个食材的时候，就需要保持敏锐，需要依赖你的一些专业经验或者一部分的直觉去审视眼前的食物。其他的蜂蜜一般1年就已经很老了，乳霜蜂蜜的话，基本都是3、4年打底的，有些甚至10几年。老霜蜂的话就看白蚁堆就可以了，因为霜蜂跟白蚁是共生关系。要看到白蚁堆的话，再来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入口。其实这个的话是应该是没有，肯定没有。哇，这个白蚁窝就很大。其实这就是喇叭口。就其实这次挖到土蜂蜜以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土酸蜜的采集，它还是一个比较破坏性的。挖出蜂巢的一瞬间，所有的蜜蜂还有它们的幼卵是完全暴露在
潜在天敌的面前。我们是得到了这么美好的蜂蜜，但同时其实也破坏了这个蜂巢。我一直在想，面对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在普洱的时候碰巧遇到了白象节，一位寺庙里的师傅，他当时又带我们去了当地的寨子里，现场有4000多户人家，非常壮观。就第一次参加流水席，然后每个本地人都非常的热情，看到你就问你吃了吗？吃饭那个方向，每个人看到你就问你吃了，你要去吃饭的话往哪里走？他们大家就担心你没有吃饱，那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跟师傅聊天，他说他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山去挖这些土酸蜂蜜的，如果吃不掉的话，吃不完就小朋友们自己带回家。听起来就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回忆。就是我们现在一方面来讲很排斥，就是一个东西它工业化，它大量的生产，我们会觉得它不够好，它是廉价的。反而我们更喜欢一些这种更个性、更稀奇的一些食材。这些东西它往往比较小众，如果它走到了一个可能更大众的视野里，有可能会因为开采捕捞，然后变得越来越稀少。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更多人知道它或了解它，后面有人做学术研究和保育，甚至是可能有人工养殖啊、培育，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相对更可持续的做法。下面这个模具，这个的话，这顶上它是一个松子跟宁波台条做的一个脆饼，然后里面的话有个柚子的冰糕，还有一个薄荷的凉糕。我们现在就是每一季菜单基本上都会有一道就是用番茄为主题的一个甜品，就一直以来番茄是我奶奶特别不喜欢的食物，然后有一天我就想给她一个惊喜，也是想为这个食材发声。那我就先问他说：“那你是过敏吗？如果不是过敏的话，我那时候就希望改变我奶奶对番茄的看法，就是我用我当时仅有的一些对于料理啊、对于制作的这个知识。”然后做了大概10几道吧，每一道都是番茄，但可能就是番茄加蔗糖，番茄加蜂蜜，番茄加一点点盐，然后热的番茄、冰的番茄，然后小番茄、大番茄，切碎的番茄，加番茄酱，整颗的大番茄抹可可粉什么之类的，做了一大桌。我就很兴奋地跟奶奶说：“奶奶，你快过来，快过来，我给你准备吃的。”然后奶奶听到也很高兴，我就一步一步引着她到厨房，然后奶奶就看到了一整桌的番茄，结果奶奶把我打了一顿。
印象很深一句话，就是他爷爷跟他讲，你一定要提醒你妈妈每天睡前一定要去关火啊，要关门啊。那时候才5、6岁而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责任感都是不需要的。现在像小的我就不会给他有任何责任感，因为没必要对我们负责，只要对自己。我外公跟我爷爷都是数学教授，所以其实在读书这个事情上，我父母给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自己的话，从小就想当厨师嘛，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父母就觉得，他们就不是特别接受这个事情。他们当时的原话是说，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嘛。对我来说也是为了让他们放心，所以我本科读的是数学，然后也工作了几年，就算是完成了对父母的交代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去法国读餐饮学校，那也是在那头6个月，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读书也可以这么快乐。放炮了啊！放炮了哈！这条要50啊？对，你看这一条50。对，这是便宜的，看这是，对，那也行，对，羔羊都是羔羊。哦，这个也不小哎。1块钱，1块钱，瓜盖的1块钱。当初最早听到冻梨的这个制作工艺的时候，我是一开始是有点不太理解的。这种反复解冻再冷冻的一个动作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大部分甜品师在从业的过程中会被教导说，永远不要去做的事。那一般做冻梨什么梨好吃啊？冻梨就是花干，放软之后吃吧，它那个口味特好吃，肉是细发的，酸甜口的。酸甜口的。对。冻梨看起来好像只是解冻和冷冻嘛，应该很简单。但当我们想如果要放到厨房去做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它好像还是有点难度的。就一方面你的降温的温度要到，再来就是你降温的环境要相对无菌，在一个相对专业的厨房都比较难做到尽善尽美的事情。8点38分。现在会去回想，就是以前奶奶做的一些菜嘛，就你试图用一个可能更专业厨师的角度去理解，会越想越想不明白，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说当下去做准备的。这个腌菜准备了1年，然后它的东西可能是3年前就开始做准备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就出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个晚餐中，我会觉得哇，怎么有这个时间跟有这个规划去完成这个事情。因为虽然说它是一种遗忘，但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记着的遗忘，就是你带着这份念想，然后呢，你给予它时间，让它自己去成长。
这装死了，装死也不行，他做死你。那怎么办？看到他就撩，撩知道怎么回事？撩不知道怎么回事。跑。我觉得第一个发明冻梨的人，他应该就是在一个很意外的环境下发现的。当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可口的一个梨子，你把它遗忘在那里，它却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觉得冻梨这个产物，它一旦离开了东北，其实你再怎么去呈现，你说中餐西做或者西餐中做，可以用不合时宜来说吧。我觉得它在东北，它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风土之下，它在这里的意味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一个大自然跟人共同创作的一个食物。如果我回到餐厅，我应该不会去做冻梨了。想吃冻梨，或想体验冻梨的，你应该去趟东北。去年的时候，他说他新开了一个餐厅，用餐区可能也就是10几平米吧，但是感觉浓缩了他整个家人的创造力在里面。然后墙上最大的装饰画是母亲的画作，里面的家具是父亲设计和选择的，然后所有的器皿，包括花器，全部是弟弟用他的做珠宝设计的眼光去设计的。然后他是在后面做整个的甜品菜单的一个设计。I do not know of any other plated dessert place in Shanghai.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very quickly, no. I have not, no. I would say the concentration on desserts is not great. It doesn't mean that desserts aren't good. I just think they're usually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ought that goes in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dessert or the story behind the dessert. What I love about Frizzo is that I think he tries to reinvent and to surprise. 虽然他是有个色弱的一个特质。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每次我画画，我听他的意见，到结尾的时候，总会来一句话。他说：“别人的意见都不重要，你做你自己想做的。”我就觉得很棒，对。